全世界外交官的专业媒体《外交简报》，由6度简报团队制作。拜登在日本G7峰会上走楼梯时跌跌撞撞。英国《独立报》：美国总统拜登在日本举行的G7峰会上几乎被绊倒在楼梯上被抓获。录像显示，他在日本广岛岩岛神社走下一小段楼梯时，脚步蹒跚。在整个总统任期内，他曾多次被绊倒或绊倒，这引起了人们对他年龄的担忧。然而，白宫在2月公布了拜登的官方医生凯文·奥康纳 （Kevin O'Connor） 的健康总结报告，以证明拜登的健康情况良好。预计G7成员将谈论俄罗斯的制裁，并向乌克兰以及气候变化和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建设提供支援。在西安，习近平呼吁与中亚共享未来。外交官：来自中国和所有中亚5国的领导人在西安举行会议，这是自2020年以来的第3次此类峰会，并为中国与中亚日益增长的关系构建了宏伟的愿景。西安宣言概述了15点，从正式峰会到能源、技术和文化合作，以及与主权和领土完整有关的问题。中国在中亚的存在虽然仍位居俄罗斯的第2位，但越来越重要，而且没有放缓的迹象。2025年的下一次峰会将由哈萨克主办。G7最新消息，4方会谈将于周6举行，取代取消的悉尼峰会。日经亚洲：G7正在日本神社城市广岛举行年度峰会，会谈的重点是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乌克兰危机以及对台湾的持续威胁。然而 ，G7 领导人热衷于避免与中国在威胁南中国海航行自由的领土主张问题上发生对抗。相反，领导人将扩大G7合作的承诺。除G7国家外，泰国、巴布亚纽几内亚、越南、辽国、印尼和菲律宾也受邀成为嘉宾，向指出日本对东南亚的持续关注和关注。此外，此前曾敦促日本解决2战期间日本皇军征召力入伍的印度和韩国也将与欧盟一起参加。大声的共和党少数派承诺在乌克兰军事援助问题上制造麻烦。纽约时报：国会中越来越多的共和党人反对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他们认为这是对纳税人资金的不当使用，基辅应该单独与俄罗斯作战。然而，乌克兰在地缘政治上仍然具有重要意义。瞧，拜登总统已将对该国的军事援助进一步增加了12亿美元。尽管如此，许多共和党人认为美国不应该参与说明盟友的立场可能会被欧洲人视为怀疑，这取决于这些信号的追求程度。对乌克兰援助的一位特别直言不讳的批评者是共和党国会议员 J.D. Vance。尽管如此，到目前为止，对基辅的支援在国会山仍然很大程度上保持强劲，即使对支出的监督有所增加。G7领导人齐聚中国家门口，寻求对北京威胁的统一回应。CNN在广岛召开的G7峰会将重点关注中国和俄罗斯的主导问题。G7国家寻求对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以及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活动提出统一的方法。面对中国强硬的经济胁迫，G7国家的经济安全尤其令人担忧。中国已经加强了与俄罗斯的关系，并试图在跨大西洋联盟中打入蝎子，这让华盛顿的官员感到担忧。东京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松田康弘 Yasuhiro Matsuda 认为，G7会议为领导人提供了一个讨论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平台。然而，考虑到成员的不同关切和与北京的关系，以及他们与中国的牢固经济联系，需要采取不同的方法。峰会将如何说明重新调整G7对中国的态度还有待观察，但预计领导人将努力实现供应链多样化并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利兹、特拉斯为什么访问台湾？台湾有可能被当作马戏团表演。外交官詹姆斯·李 James Lee 在外交家 The Diplomat 上说，前英国保守党议员利兹·特拉斯 Liz Truss 最近对台湾的访问有可能将台北对知名度的追求变成荷兰拍卖，因为他试图对抗北京的恐吓和正式外交支援的流失。
台湾有可能被当作马戏团表演，将官员从官方外交关系中抬高和模糊起来。特拉斯的访问呼吁面对中国的威权主义，对台湾提供硬实力支援，并引发了英国外交事务特别委员会主席艾利西亚·卡恩斯·威什科恩斯批评，称其为 Instagram 外交最糟糕的例子。英国的官方对台政策不应与非正式联系相混淆，因为自1950年将外交承认从台北转向北京以来，英国在台湾问题上一直走得很好。美国宣布布林肯访问巴布亚纽几内亚，中国警告不要进行地缘政治博弈。美联社，中国警告美国不要在南太平洋玩地缘政治游戏。在周五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虽然中国不反对有关各方与太平洋岛国之间的正常交流与合作，但我们也反对在太平洋岛国地区引入任何地缘政治博弈。此前，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Antony Blinken） 宣布计划下周访问巴布亚纽几内亚，因为美国和中国之间因中国在太平洋的区影响力增加而加剧的紧张局势升级。习近平，中国中亚必须释放潜力。德国之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他将在中国和中亚之间建立贸易联系，并在该地区开发石油和天然气专案，并在哈萨克、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土库曼和乌兹别克领导人出席的西安峰会上承诺提供38亿美元的融资和赠款支援。尽管这些邻国中的许多仍然对中国的意图深表怀疑，但中亚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建设替代贸易路线，以应对其他地方中断的关键的区。美国需要连贯一致地应对无国籍状态。半岛电视台，美国于4月制裁了3名尼加拉瓜法官，因为他们在使300多名持不同政见者无国籍方面发挥了作用。拜登政府坚决回应尼加拉瓜政府企图利用无国籍状态作为对抗异议的武器。然而，与这种在国际事务中的原则立场相比，他未能兑现帮助美国20多万无国籍人的承诺。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将在2021年为移民目的采用无国籍的定义，并加强对居住在美国的无国籍人的保护。国土安全部部长亚历杭德罗·马约卡斯 （Alejandro Mayorkas） 也在2022年4月确认了这一承诺，称他将以漏洞所保证的紧迫性采取行动，并旨在今年本财政年度实现这一目标。无国籍人在任何国家都缺乏公民权。官僚主义的边缘剥夺了他们的社会权利，如身份、工作许可或获得医疗保健的机会。无国籍状态也使家庭成员分离。无国籍保护法可以保护美国的无国籍人，国会应该通过该法案，建立一个保护和帮助他们的法律框架。印度莫迪将在G7峰会期间会见乌克兰的泽连斯基。路透社，印度总理内伦德拉·莫迪计划在广岛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上会见乌克兰总统沃洛德米尔·泽伦斯基。这将是他们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的首次会晤。印度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持批评态度，莫迪一直在寻求外交解决冲突的办法。预计G7峰会将向莫斯科施加新的压力并加强对他的制裁，而泽连斯基的出席预计将增加这些审议的紧迫性。预计领导人还将宣布对莫斯科实施新的制裁，并加强合作，以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中国拉拢唐代丝绸之路关系，以确保中亚的未来。南华早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欢迎5位中亚领导人参加周4在西安开始的峰会，其中包括受唐朝启发的宴会和表演。这座城市是王朝大部分时间的帝国首都，在中国寻求将自己展示为该地区首选经济伙伴时，主办了此次峰会。虽然在日本举行的G7峰会的主要焦点可能是中国，但他对中亚的不言而喻的兴趣被视为对西方的反击。总结至今仍在继续。荷兰外长将于5月23至24日访华。路透社，荷兰外交大臣霍克斯特拉将于5月23日至24日访华。
Hoekstra 将与他的中国同行秦刚会面，并计划在讨论中提出容易和困难的话题。谢谢收看外交简报。